好了，家人们，我现在是在伦敦，今天带大家去一个伦敦周边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白崖七姐妹啊 （Seven Sister White Cliff）。在英国最南部，它有一个悬崖，然后那个悬崖全是白色的，所以它就叫白崖。白崖的话，其实是个比较野的地方，所以从伦敦去的话，很多朋友会选择包车啊。那确实包车是最方便的，因为那个地方公交没有那么方便。但是今天我就带大家走一下纯公交从伦敦出发去白崖的一个方式，以及几个比较经典的白崖的徒步路线，这样就可以帮助一些朋友省钱，以及帮助一些 i 人不想去找这些包车怕被坑的朋友们。虽然去那里的公交比较少，但是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啊，就那一个选择。今天天气大家可以看到了啊，非常非常的好到就是一点云都没有。去白崖一定要选择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啊，因为那个地方它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景点啊，它其实是一个更偏向于自然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周边配套设施啊不是特别的完善。如果天气不好的话，首先景很难看，第二很 miserable， 它更多是那种野地啊，所以就是如果下雨啊，会踩得浑身都是泥，刮大风呢就是冷得要死。如果大家想去白崖的话，千万不要提前几个月去选择这个路线啊，一定要靠临近了，看看天气预报，然后如果确定基本上哪一天是晴天再去啊，千万不要没苦硬吃啊，不要觉得那边很好看，真的天气不好的话，那边就是一坨。去白崖大家还要做到几个准备，第一，防晒霜啊，如果天气好的话，像这么好的天气一定要涂好防晒霜，因为那边特别晒，没有任何的东西给大家遮。第二个呢，就是穿一双比较好的鞋子，因为刚刚也说了，白崖那边没有什么很好的路啊，有些地方甚至只有泥啊。如果不穿好鞋子的话，哪怕是晴天，可能脚上也是一塌糊涂啊。第三个就是带好粮食和水啊，非常重要，因为那边的配套设施没有这么好，所以大家要吃饭啊什么的其实比较麻烦。带好粮食和水以及补充能量的一些东西啊。不要上神秘园了。如果从伦敦去白崖的话，首先是得乘火车到一个城市，也就是英国最南部的城市叫布莱顿，然后再从布莱顿乘公交车到白崖。从伦敦去布莱顿的话，最快的方式就是一个叫 Thameslink 的火车，它可以直达布莱顿。去布莱顿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 Open Return 的票子。首先，那个去布莱顿的时间，我觉得是不可能定死的，因为谁知道能玩多长时间呢？所以 Open Return 的话可以让时间更 flexible 一点。其次的话就是两个近一点的城市，他买 Open Return 的票子和买单程的票子是差不多价格的。大家不要傻呆呆买了两个单程票，然后价格翻倍啊。OK， 这么好的天气，布莱顿饺子怎么可以 ？Let's go！ 好烂的歌。好了，家人们，我们现在是在著名的国王十字火车站 King's Cross 啊。这个火车站出名的点，想必大家也知道啊，就是哈利波特，搭乘霍格沃茨特快专车前往霍格沃茨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出发之前，先去带大家看一下著名的9又3/4车站啊。这个车站里面还是很漂亮的啊，非常经典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啊。英国的火车站都是这种像穹顶一样的这种火车站啊。那边应该是老的，这边是新的，所以大家看这边设计就比较现代啊。然后进入这个车站之后往里走啊，就能找到9号站台。这个地方就是9号站台和10号站台啊。然后在这个站台的右边啊，就是著名的9又3/4车站啊。大家在这里排队去跟这个车站合影。这车站长这样的，其实就是一面墙，然后一个手推车，然后只进去一半，挺好玩的啊。这边有工作人员会引导大家去拍照，然后他们还会准备好围巾，然后你可以直接拿着相机，他会引导你怎么拍照，还是很高级。OK， 然后在这边就是一个哈利波特的周边店啊，大家都可以在这里疯狂购买买，我就不买了，我花太多冤枉钱了啊！这比比多怪我走啊，有个巧克力蛙什么的啊。这边有这个站台播报啊，大家看上面都是一些就是火车的状态啊，
啊。在9月1号的时候，这个站台播报上会出现9月3/4车站的站台，然后它的目的地是霍格沃茨，很多哈迷都会9月1号在这里聚集，然后倒计时，等到那个火车发车啊，大家会在这里庆祝发车就开学了在英国生活或者是9月份正好来的朋友，可以过来凑凑热闹接下来我们去乘火车其实，在 King's Cross 这一站，它有2个火车站除了这个 King's Cross， 在它的对面就是这个车站叫圣潘克拉斯 International St. Pancras International。然后我们今天乘的 Thames Link 就是从这个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乘的买火车的话，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到底是 St. Pancras 还是 King's Cross 这个火车站也非常的老大家看这个建筑就是非常老anyway 上面有个钟这个火车站叫圣潘克拉斯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就意思就是说很多跨国的火车都是在这乘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从伦敦想去法国巴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火车叫欧洲之星就是在这里乘的这就是圣潘克拉斯的火车站非常漂亮的建筑我记得很多电影里面也出现过碟中谍还不知道007反正也出现过非常非常漂亮我就很难想象这是个火车站它这个建筑的风格其实也是维多利亚时间就是那种穹顶的风格然后我们今天去布莱顿其实买的是9点半的票但其实现在已经过了9点半那么但是我买的是 Open Return 的票子所以即便过了9点半你只要乘下一班车就可以了也是可以乘的这就是 Open Return 的好处哪怕你迟到了或者早到了都可以随便乘如果大家看过有一部英剧叫 Slow Horse 的话其实有印象的话就是杰克伦敦演的 River Cartwright 他在第2部里面跟最后 BOSS 也是他爸也是在这个地方建的这 Slow Horse 迷的话可以来打个卡这个就是欧洲之星的出发站好多人去国外玩都是从这走怎么人这么多呀OK 这里就是我们要去乘车的站台了 Thames Link 就是泰晤士河 Link 进站的话就是拿手上的2维码到这边进站就行了就进来了大家买去布莱顿票子的时候呢如果只选伦敦的话它会默认只给你2个站一个是 London Bridge 还有一个就是 Victoria 但是其实 Thames Link 有很多站在伦敦市内从北到南是其实前面还有一个是Finsbury Park 然后是圣潘克拉斯然后法灵顿然后 City Thames Link London Blackfriars 然后还是 London Bridge 如果大家住在这几块区域的话没有必要去买到 London Bridge 直接买这几个附近的就行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从这里一路乘到 Brighton 这是它的终点站 Thames Link 的终点站买票的话就是输入自己的那个地点比如说输入St. Pancras 然后再输入 Brighton 这样它就会把你的始发地改成 St. Pancras。除了 Thames Link 从伦敦前往布莱顿还有一个公司是 GX 的一辆火车，它的始发地是 London Victoria， 这辆车的价格就比较贵一点，但是如果住在 Victoria 附近的朋友的话可以去乘这辆车，也会节省很多时间。这2天英国遇到了史上罕见的高温5月份30几度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导致他们的火车一度瘫痪所以现在基本上火车都是延迟和取消真垃圾。来了，就是这辆车。这其实不算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火车它类似于那种城际铁路一样的感觉，没有的那么正式像地铁，高级地铁。哎呀，终于到了，坐了1个多小时好多人因为今天天气很好，然后布莱顿又离伦敦特别近，
所以很多伦敦人就是会选择到布莱顿这边来玩一玩，而且现在正好是放假吧，大概人多的真是令人窒息。伦敦留子或者是住在伦敦的朋友啊，这布莱顿是100%必来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现在要乘巴士去白崖，那么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 Brighton and Hove， 这个 APP 上我们可以去买这边的巴士一日券。那么布莱顿的巴士一日券叫 Network Saver， 这个一日券是7.3磅，相当于坐3次就回本。我算了一下，今天的行程应该是差不多坐3到4次，所以只要买那个一日票就可以了。然后学生的话会更便宜一点，好像是5磅。现在因为英国的物价飞涨，每年都在涨，所以这个价格也只供参考。这个巴士一日券买了之后，你在当天激活，它就会给你个2维码，然后乘车刷2维码就可以了。车站有人刷着2维码就出来了啊！赶紧去先买个零食。出站这边其实一直往南走，那到底就是布莱顿的海滩啊。布莱顿因为这边非常火，有很多这种中国超市、中国饭店，大家要是想吃中餐，在这边也可以有卖啊。还有火锅，继续我们的穷鬼套餐。这就今天的午饭。乘去白崖的话，一般是乘12号、12A 和12X 这3个。还有就是但是它其实只有Sunday和国定假日才会开啊，平常它是不开的。其实这个是更容易白崖更近一点啊，但是我们现在是工作日，所以只能乘12A 和12X 啊。12X 过来了啊，去往伊斯特本，就是这辆车啊。现场车上也可以买这个一日票，这个司机也在帮给这辆车们在买票，非常好使呢。确实啊，搞完就可以了啊，直接刷就可以了，就上去。去白崖的路上可以坐在右边啊，这样就可以看到海啊。当然坐右边可能也会被晒死。来了，这个布莱顿的海滩就是这儿啊。回来的时候有机会带大家来看看啊。现在还没到人多的时候，等回来的时候2-3点可能会变多。啊，这个英国人最喜欢的海滩是布莱顿。大家看啊，这白崖已经初见端倪了。就整个布莱顿这边的这个海边，悬崖全是海子。如果对地理有了解的朋友就应该知道，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英吉利海峡啊。从这边，如果天气非常好、特别通透的话啊，到那边其实可以看到法国的啊。这边是英国的南部，英国的南部过去就是法国的北部啊。OK， 我们来到了一个站叫 Chinton Lane 啊，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去白崖的第一个点，能看到整个 Seven Sisters 白崖全貌的一个点啊。从这个巴士站走差不多2公里吧，2点几公里啊，能走到那个点。这条路其实在谷歌地图上是没有显示的，因为我曾经走过，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比较近。这个就是一个小 neighborhood 啊，他们这边白崖稍微往北边一点，基本就是他们布莱顿这边市民住的地方啊，都是这种很小、很不错的、很精致的小房子啊。这里的人应该收入还算可以。这已经是我第4次来白崖了。为什么还要来呢？第一，当然是为了给大家做节目，因为很多朋友想让我做一期关于白崖的，而且我也觉得确实白崖是一个很值得来的地方。第二点是因为我前3次来白崖没有一次天气是完美的。第一次是大冬天的，啥也没有，全是云。第2次非常的 miserable 的下雨天。第3次呢，天气没有下雨，但是也没有特别好。今天这个天是不可能没有太阳的啊，没有任何一丝云啊，可能会能看到最漂亮的白崖啊。但是唯一一点不好就是今天太热了，就是28度啊。虽然大家可能觉得28度不算什么，但是在伦敦的5月来说，28度简直就是蒸笼。英国人是没有空调的，28度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吓人的一个温度了。但到了海边可能会更冷，稍微冷一点啊，可能是风大一点。所以怕冷的朋友还是再多带件外套会比较好。
我们走出了这个 neighborhood 啊，那一片再过去就是海了啊。这边就是英国乡村最经典的一个地貌啊，就是大片大片的绿色啊。然后再过去就是海了。你看到远处有好多羊，天哪，这边这满草地的乌鸦，这隔壁就是满草地的羊。这边可以看到远方的白崖啊，那边应该就是布莱顿了。这个清晰度还是很高的。这里有个停车场叫 South Hill Park 啊，这边也有个中国旅行团，很明显啊，就是也是一个点啊，大家开车的话可以到这边来停车啊，这边离那个点更近一点。我已经看到前面的白崖了啊，就在前面。我们刚刚公交车到这儿啊，一路走了下来。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这个，这边有一个 cottage， 一个小木屋啊，我们可以一路这么直着走过去就到了，10分钟左右 ，Go。那边就是白崖。这里我们说呀，为什么白崖是白的？这里又打个小抄。白崖的构成是一个东西叫白垩，白垩是由浮游生物等细小海洋生物的尸体以每年半毫米的速度沉积。白垩原本是在海底，然后新生代的高山造山运动使沉积物升至海平面以上，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白崖啊，就相当于这个东西本来以前是在海平面以下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它慢慢变在海平面以上，变成了一个山，所以它就成了白崖。还是很漂亮的啊！今天呢，第一次看到海是蓝的白崖啊 ，amazing 啊！这个地方叫 Seaford Head 啊，然后从这里可以看到7个山峰啊，所以称之为7姐妹啊。这个地方叫 Seven Sisters， 这是 Heavenbrook、Short Brook、Rough Brook、Brass Point、Flat Hill、Barley Hill、Went Hill 啊，然后这里就是 Burley Gap。这个地方是我们之后要去的地方，这一片就是7姐妹啊，7姐妹啊。这边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我们亚洲面孔。据说亚洲人对白崖有着独特的一个憧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日本、韩国人到包括我们自己同胞有很多啊，可能像是英国的张家界吧。他们从这边的主路啊走到这边的支路啊，这边人就少很多啊，而且这边看白崖更清晰一点，干干净净。哎，我真的有点想对比一下我之前来白崖时候的照片啊，这就完全是2个东西啊。我现在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看啊。哎，可笑哇！今天的海也好蓝啊，蓝的真的是像宝石一样蓝，哎呦，真不错。所以大家一定要挑天气好的时候来啊！天气好的时候不仅是景美，而且这个风也不算很冷，然后太阳照着很舒服啊，多好的天气啊！这能看得见吗？我们刚买的廉价 Tesco Meal Deal 啊，在这里享用一下。然后这边前面有一个 cottage 小草屋啊，好像这个角度好像是电影《赎罪》，就是以这个角度有个镜头是这么拍的啊。电影《赎罪》是詹一美和凯拉奈特利演的一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大家都开始排队拍照了，天哪！啊，就是这个角度啊。如果不想拍人的话，其实还可以随便拍拍就可以了啊。其实这里人不算很多，等会儿到那边人更多啊。这边已经算是比较略冷门的一个地方啊，但不算很冷门。然后从这里是可以下到这个海底下去的啊。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底下再走一走啊。它这个纵深就是这样的。就我觉得没有上面好看，上面的话会，把大海的蓝色带出来啊，但这里就没有那么多大海的蓝色了。
如果大家想下海的话，到海底下去玩的话，也可以去那里玩。我们就不过去了啊，我们的话要回到主路去乘大巴啊。然后从这边回去的话，谷歌地图会导那条路啊，从那边走，千万别走那边，那条路非常的泥泞啊。尤其现在天气可能还好，但是要是天气差点的话，走那边要完蛋的啊。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咱们走这边回去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点呢，如果大家是自己来，不是开车，不是包车，自己来的话，体力也不太行的朋友的话，就我建议大家放弃这个点啊，因为这个点，第一它只是一个点儿，走进来要半个小时，走回去也要半小时，差不多要1个小时的一个整个路程。如果体力不太行的朋友的话，还是建议去接下来一个点啊，那是一个比较最经典的白崖的点，那个地方是叫 Birdie Gap。我们现在在七姐妹的西边，然后 Birdie Gap 就在七姐妹的东边。其实这样的乡村小道也是英国很经典的那种徒步的小道啊。我没事儿有时候就从伦敦出发到一个很僻静的小镇就开始徒步，走这样的路线啊。然后旁边都是小花、小鸟什么的，基本没什么人。在英国，如果住的时间长的朋友，不是来玩的朋友，纯粹是留学生或者是来工作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天气好的时候，完全可以就到这种小镇来走走路啊，不算是景点，但是就能心情会变得非常好啊。就是推荐大家夏天来的理由，就是之前说过的很多遍了，就是英国这边夏天时间特别长啊，到夏至可能晚上10点钟天才黑啊，所以大家如果哪怕是起得晚，下午出发，晚上怎么也能玩完。但是冬天的话就不一样了，我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冬天啊，到这边都快12点了，然后3点多钟就开始天黑了，哎呀，真是基本上玩也没玩到啥，吹没吹得个半死啊。当然天气如果特别好，冬天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比夏天更值得来，因为那个时候肯定更透啊，冬天的就是空气密度会更好一点。到这个 Seven Sister Park Center 乘下一班的车，也是12、12跟12X。OK， 我们现在到的地方是这个伊斯特店Shadow Bus Center 啊，然后从这里就可以走到这个叫 Birdie Gap 的地方啊，是白崖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viewpoint Birdie Gap 啊，然后从这个车站走到那边也要半小时。这段路一路有这个树荫，所以还挺舒服的。这条路其实是一条比较经典的徒步路线，就是从 Birdie Gap 一直要徒步到 Beachy Head， 长度还挺远，可能要徒个2个小时多一点左右。所以体力不行的朋友呢，其实到 Birdie Gap 稍微往前走走，然后走回来就可以了。但是体力如果好一点的朋友呢，就可以一路走到 Beachy Head 啊。然后这条路线我们不是要走进去吗？其实13叉这个线路是可以直接开进去的啊，但是这个13叉呢，只有周天和节假日才开放，所以就是如果周天来的朋友可以乘13叉啊。又可以看到南边的这个小山脉了啊，我们等会儿先会走到那儿啊，一路会走到那儿啊，看着好远啊，慢慢走吧。还有个地方离白崖也很近，就是伊斯本。那么整个白崖就是在伊斯本跟 Brighton 的中间，有兴趣朋友也可以从伦敦到伊斯本，然后再从伊斯本乘这个公交车走这2条路啊，也是可以的啊。其实时间是差不太多，伊斯本离这里更近一点 ，Brighton 就是好就好在好像便宜一点，然后是从伦敦到 Brighton 的时间会比从伦敦到伊斯本的时间会更短一点，所以整体时间是差不多的。这观光巴士也好爽啊！其实这观光巴士也是可以乘的，但是得花更多的钱吧，可能。后经查询，这辆观光车为伊斯特本的观光巴士，始发地为伊斯特本，每天都有。这个是这辆巴士的路线图，可以看到它囊括了刚刚这段只能走路的线路。这个巴士的一日票价格是12磅一个成人，
也可以在 Brighton and Hove 的 APP 上购买。从伊斯特本往返伦敦的朋友可以购买这个票子，从布莱顿出发的朋友乘坐这辆就有点亏了。但是这个巴士的运营时间也比较迷幻，好像每年都不一样。比如2026年就是2月28日开始到11月1日，具体运营时间大家还是查询 Brighton and Hove 巴士的官网。好多呀，有人下羊，但我现在看羊已经麻掉了，对羊我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在英国走多了，羊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然后前面就是一个白崖这边的一个游客服务中心吧，算是啊。但我个人觉得这里更不能算是一个那种成熟的景点嘛，它只是一个设了一个游客服务中心，但是公交啊什么过来其实都挺烦的。OK， 我们到了啊 ，Burning Gap at the Seven Sisters 啊，就是这个点。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这个 Burning Gap。那里有一个游客服务中心，有卖吃的，也有卖很多纪念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我就不去了。这里风好大呀，啊，风大就没有那么热了，还是不错的啊。但讲话声音会有点蛋疼啊。从这一直上去就是我们会踏上白崖，我们现在慢慢爬上来了啊。看到啊，从这个方向看到七姐妹，哇，这个海好蓝啊！我们刚刚就是在那个这个崖再过去一点那个地方，现在我们到这个方向来，这边的东边来看这个七姐妹啊，这风好大呀，我的妈呀！这边都蓝起来了，以前这里都没蓝。其实可以一路从那个刚刚我们在的地方一路沿着这个七姐妹走过来的啊，如果体力够的朋友啊，咱没这个力气。好，我们一直往上走，再看看远处有什么更好看的景观。就这一块地方人是最多的，因为就离停车场，然后很多朋友只是在这里拍张照片就走了。然后再往那边走会人越来越少，因为那地方公交也不方便，而且走得挺远的。对穿着不是很好装备的朋友来说，就是走不了那么远。越往上走，这个景就越漂亮。今天的海太蓝了，像宝石一样的蓝啊，真漂亮。今天天气比较好，所以很多朋友可以下去到海里去游泳，因为非常的暖和，所以游泳没什么问题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在下面游泳。得亏今天天气还比较热，所以这风吹在身上没有这么冷啊。万一稍微冷一点，比如说大家在伦敦看20度啊，一定要穿一点厚一点衣服到这个地方来。远望英吉利海峡，哇，真漂亮，真的漂亮。感觉远处有点朦朦胧胧的，还挺好看的。哎呦，恐高症慎看啊！还是离这个悬崖远一点啊！哇，这个风感觉一直在往外吹，感觉要把人家吹下去了。大家还注意安全啊！这个悬崖不是100%的安全的，据说之前这个悬崖还塌过啊，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我要讲话讲大声点才听得见。哎，这海是真漂亮，这就是著名的英吉利海峡。如果天气再好一点的话，对面的法国应该是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如果大家看过《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啊，它有一个场景就是，哈利波特他们碰了门钥匙啊，到魁地奇世界杯的场地去的一个画面啊，那个景就是在白崖这边啊，你没记错，还那时候什么塞德里克跟他老爸2个人还从天上跑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明显是合成的啊，显然不是在这里拍的啊，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来这打卡啊，它不是在这里取景的。OK， 我们走到这个灯塔这里了啊，这灯塔好像是个补给点，我看好像有卖冰淇淋的什么的，那里还真有卖这些饮料的饮的啊。哦，从这个地方出来，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viewpoint 啊，就是可以看到远处的一个灯塔，很
大一些啊！远处的灯塔，还有风是真的大，我不知道我的声音听得见吗？还好我带这件衣服啊，现在要是不带这件衣服我就冻死了，真的很冷。哦，说实话，这已经是我走的最远的一次了。我最远就走到刚刚那个灯塔，然后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走到那儿就原路返回了啊。但是今天感觉天气还可以，我还能走一走，所以就继续往前走了。天哪，看到一个中国旅行团，好像就是刚刚那个旅行团啊。Anyway， 这个就是离灯塔越来越近了啊，就在那儿。哎呀，这么一看还是旅行团爽啊！我靠。车子开到哪儿，定点放下来就能过来看了啊！我们还得走个1个多小时才能到这儿啊，所以其实抱团也有它的好处。OK， 事实证明接下来没什么好看的了，我们现在得往回走了。我们得从 Beachy Head 这边走回到刚刚的公路去乘公交车，然后看脸差不多要走1个小时。要走1个小时。走。Where are you going? Go this way? Yeah, going that way. I'll turn around. Okay. I was having a coffee in there, Okay. and I was speaking to somebody in there, and they were saying there are no buses. Oh, I see. So you are going back to the... Going back to Berlin Gap. Okay. Yeah, I live in London, and my daughter and my wife are walking along the cliff top. Oh, I see. But That's I don't like the top of cliffs. Really? No, it's makes me scared. Okay. So I leave them to it. That'll help you. Yeah, so help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But this is new for you to come here? Yeah, no, it's fourth time. It's very beautiful. Yeah, it's beautiful. But the last 3 times it's so bad. The weather is bad. Oh, the weather. Everything is bad. Yeah. Come here in winter it's so bad. Yeah. And today is like it's beautiful. Oh, yeah. It's very hot. 我刚刚有个非常友善的老人，看我在那里看车牌，说要载我一程，然后把我载回了 Berlin Gap 啊。然后本来我要走1个小时才能走到大路，现在只要走半个小时就走到了。非常感谢他，我真是还是好人多。以上就是整个七姐妹白牙的一个玩法攻略啊，从布莱顿出发的玩法攻略啊。今天天气算很好的，然后我这个人体力也还算可以。但是哪怕是这样2个地方走下来还是很累的啊。建议就是如果年轻的朋友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挺能走的朋友，可以走我这条路。如果体力不太行的朋友呢，我个人觉得大家就到这个地方来 Berlin Gap 这边来回走个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又看到七姐妹，又看到一个灯塔的景。想省事儿的朋友呢，大家就从伦敦或者布莱顿包车啊，比如说火车到布莱顿包车过来，或者直接从伦敦包车过来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人在做这样的生意的，我都看到了啊。但是具体是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找一个比较正规的、比较靠谱的团啊，也省力也能拍到美景啊。我这次来回花费了，我估计差不多30几磅左右，火车票22磅。车票费7点几磅，然后再吃个中饭3磅，加起来花费30多磅啊！大家可以稍微作为参考来看一下自己愿意花多少钱来白崖这里玩啊。当然了，除了七姐妹白崖，其实还有很多别的白崖，比如说比较著名的就是多福白崖啊。然后我去过，还去过 Folkestone 白崖，就是在七姐妹这边更靠西一边的几个白崖。首先，他们是有名点在于。敦刻尔克大撤退那个时候就是往那些白崖撤的。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里。然后其次就是人会少一点。另外还有多福的白崖，我个人觉得也是很震撼。而且去多福白崖中间，大家还可以去坎特伯雷玩一玩啊。我应该不会再来七姐妹了啊，这个已经玩来吐了啊。好看的景也看到了，不好看的景也看到了。今天整个花费的时间从早上9点半左右从伦敦出发，一直到现在我差不多是4点多。我觉得回到伦敦可能要6点到7点，其实相当于花了差不多7到8个小时啊！而且是我这种脚程比较快、速度比较快的人，你冬天千万要算好时间，因为3、4点钟天黑之后，这里就是一片黑啊，我觉得还是会挺吓人的。
好了，那么这次白崖的 day trip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OK， 拜拜。最后带大家来看一下英国的海啊，这个是布莱顿的海滩，叫 Brighton Beach 啊。英国的海有个特点呢，因为它的海滩啊，它大多数不是沙子啊，是这种石子啊，所以大家别想在这里玩城堡。但是天气好的时候，这海滩上的人还是很多的，而且海水也很清澈啊。然后那边就是那个车站啊，我们现在站在这儿，看着碧蓝的海滩。在伦敦对海有向往的朋友，可以乘个火车1个小时左右到布莱顿这个海滩来，稍微看看海也是可以的啊，也不用去白崖，其实在这看看海就够了。Hello. Yeah, exactly. See you, mate. 哎，那真是搞笑啊！这个是他们这边很喜欢玩的一个东西，叫小高尔夫啊，迷你高尔夫啊，很多年轻人也爱玩，就像看老头子一样玩的东西，但他们年轻人很喜欢玩这个啊。然后这边上面就是一条大道啊，还有很多吃的喝的啊。本次视频就到此截止了，那么我们下次视频再见，拜拜。